2万吨，准不准？边防的情报应该说来源可靠吧？走私2万吨原糖，这毛利起码有2000万呢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？啊！法人走私一向是有恃无恐。什么单位的？水德糖厂，一个即将倒闭的国有企业。一个小小糖厂，而且快倒闭了，能有这么大能量啊？哎，怎么没有？张队啊，你是对地方的现况不是特别了解。你说说看。首先呢，是计划经济的后遗症。现在国有糖厂实在是太多了，总生产能力严重的过剩。现在又赶上个淡季，工厂都停工停产，发不出工资来，工人挨饿怎么办？糖厂闭起眼了，什么都干得出来，那可是对半的巨额利润呢，大哥，足以使人铤而走险了。要是赶上个贪官污吏，大柱，少给我提贪官污吏。你知道我最恨这号人，所以你气我是不是？哎，那我们管不管啊？当然管了，公然走私上万吨原糖，这绝对是大案要案的。这样，头不在家，我做主了。第一步嘛，干嘛？哎，做记录。别给我假模假式，记什么记？我就一句话，先去水德调查。你跟你是。怎么样？林红丽是什么意见？邻居出差了，上队说，让我们去水德看看再说。也好，不要过早的下结论，调查也要注意方式方法。要是有问题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一切呢，等回来再说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明白。那你就不要去，合肥啊，你去啊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明白，明白吗？明白了吧？更不明白了。哎，你倒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我不明白，我看呐，国官这是有顾虑。这也很自然。要真是法人走私，还动用了外籍巨轮，一单货就2万吨，一定是有特殊背景。他会投鼠忌器？哼，我还以为他永远都是泰山石敢当呢。他不是投鼠忌器，他是曲线救国。呀，你也开始喜欢波了啦？同志，这里不能停车。好，我们是来找于阿姨的。啊，对不起。我们走吧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有点头疼。随你便。小展，那你拿着箱子。哎，你也不要去。老太太看见年轻女人，心里就不舒服。她是女人了解女人。那你们等着吧，一会儿半会儿的我可出不来啊。这个月开始，又给你加薪水了。谢谢主任。别谢我呀，要谢周总。手册？什么手册？搞来料加工需要个手续，就像开公司办执照。那就去办嘛，那么大公司都开了，一个小手册还有什么难的？这事儿牵扯到进出口，相当麻烦。有些公司很有背景，都没办下来。哎呀，瞧把你给难为的。你说哪个部门管这事儿？你懂什么？这高干夫人跟高干夫人可不一样。要是老头子退了，以前再有权也人走茶凉了。可于老太不一样，省里市里多少领导干部，都是他老头子一手提拔的。很多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。哼，越是这样啊，越难伺候。这老太太聊起来没完了呀。我不管什么审批程序，该办你就得帮忙。哎，小赵啊，总不至于让老头子给你打电话吧？啊？那我老太婆要谢谢你了，我就让她呀直接去找你。具体怎么办，我就不插手了。只要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，就开个绿灯吧。啊？那好，就这样了。怎么样，阿姨这张老脸还管用吧？于阿姨，您可不老，还不老，都60岁的人了，老不死喽。您看上去最多50上下。
你这小子呀！真的。喂，啊，周总啊，他正开会呢。行行行，我一定转告。好，拜拜。谁呀？水德糖厂的陈厂长，又催款呢。让他催吧。阿姨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行，你们是盲人，我就不留你，有空就来坐坐，陪阿姨说说话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哟，你看，箱子忘了，真是。您不说我还真忘了。阿姨，这是豹子在美国的学费，还有几张支票呢。怎么，他又打电话问你要钱了？豹子在美国花费小不了，指望他勤工俭学，非耽误学业不可。阿姨您放心，我不会惯他白花钱的坏毛病，我是让他在美国帮我开展业务呢。你们哥俩的事儿啊，反正阿姨也弄不清楚。不过有一点，宽是害，严是爱，别太管他了。阿姨，我听您的，那我走了。哎。怎么着啊，Polo，这么不相信我的车技啊？不是，我这也是为了安全。再说，你这也开得太快了吧？没办法，我这人啊，一坐到方向盘跟前就慢不下来。坐稳啊！好，下次我一定我开车。没错，就这条路，一直走就对了。好。就这儿，我看不像是能走私2万吨原糖的气魄呢。要不怎么说穷庙富和尚呢？Polo，快点！师傅，开门！哎，谁？哎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没想到吧？不是没想到，而是没敢想。是不是特失望？本来以为会有什么艳遇。不是，哎，怎么会在这儿碰着你呢？真太巧了，这是。啊，我们总署和信息产业部办了一个计算机编程方面的讲座。让你去讲课？哪儿呀？我是一个去充电的小学生。哎，咱们别在这站着嘛。哎，走那边坐坐去吧。好。厂长，出事了，海关来人了，说是要找你了解情况。来了几个呀？人倒不多，就2个，一男一女，都穿着便衣。都穿着便衣，态度怎么样？态度倒挺客气的。那你紧张什么？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他们人呢？在会议室，徐主任陪着呢。行，你先过去，就说我一会儿就到啊。嗯，好的。快去。何主任啊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厂啊虽然小了点儿，但它毕竟也是国有企业，绝对不是那些什么个体户啊、私营企业的。第一，我不是什么主任；第二，我刚才的问题跟企业的性质没有关系。那是，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，都应该守法经营。就像我们厂嘛，穷的都要关了门了，也不干那违法的事儿，是不是，何主任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主任。
那好吧，1小时以后见。先生回来了。哦，先生回来了。小姐呢？在楼上。雨娇。别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呢。讨厌，你每次回来一会儿就走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接吧。喂，谁呀？陈厂长，你等等。水德糖厂陈厂长，你接不接？问到什么事儿？要是再催款的话，海关在查他们。什么时候？现在正在。哎，你到底接不接啊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水德糖厂一直是遵纪守法的，这是有据可查。不错，近半年来我们确实是在做来料加工，金属股方面一直是由富力公司代理。徐主任，你把材料认认真真的准备一下，请海关的同志过目。是厂长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就这个，你加一笔写个世界的事，能不能写？哎，来了。哎，他们两个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？波洛，你给推推理，不会是悄悄对上眼了吧？这样，我也得琢磨琢磨。哎，你们说巧不巧啊？小敏去开会，在机场呢，我们正好碰上了。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你们有缘分，是不是小敏？哎呀，上队你又贫嘴。哎，何飞，说好前2天来看我，你怎么没来呢？哎，我说啊，咱们别站着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哥几个都在，咱们聚再回去好不好？聚，好。啊，不了，我们关的车也来接我了，我得先走。那好，那我送你过去，走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何飞，说好过2天来看我啊，拜拜。没想到我们林头还是高手啊！你说小敏这丫头吧，配咱们邻居还真挺合适的。你说呢，何飞？哎呦，猪脑子！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你呀，活该吧！你干嘛不提醒我？出什么事了？应哥那么深沉。哎，过关批咋了？那还不至于。哎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没话就闭嘴。就你话多。喂，花喽，喝酒。哎，好。上队。好，来。都干了。都干了。我说你可悠着点，别把小姑奶奶给灌高了，她这可是借题发挥。这小姑奶奶，我也不敢不喝呀。哎，嘀咕什么呢？你们俩？喝酒，让我喝。干。哇，何飞啊，咱们搭档那么多年了，我还真看不出来。哎，海亮是一个啊。那得怪你自己眼拙，没看出来本姑娘还有金刚钻的吧？好，今天敢跟我喝一杯吗？小姐，先生要问您到哪儿去了，怎么回先生？啊，随便。哦，是太太，麻烦您等一下。小姐是太太，就是我们在。太太，咱小姐她出去了。哦，好的。她说您在，一定让您接。喂，啊，是谢主任呐。连我
我的电话都不接了。周总呢？又去老太太家了。我这当太太的还没吃醋，小蜜倒跳到醋缸子里了。几位客先生婚姻。阿姨。哎呦，小周啊，我还以为你拿到了手册以后就把于阿姨给忘了呢。嗨，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，我也不能忘记您呐。这几天太忙了，这不刚从吉隆坡回来的。哎，那还站着干嘛？来，赶快坐下。哎，给叔叔倒水啊。哎呀，小周啊，不是阿姨说你哦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。奶奶，您那都是老黄历了，现在应该说是赚钱的本钱。哎呦，对，赚钱。邓小平都说嘛，向前看。阿姨，来去匆忙，我顺便给你挑了件衣服。哎呀您看，你给我买什么衣服啊？都老太婆了，还赶什么时髦？你看你。您人不老，可观念老了。你没看见国外那些70、80岁的老太太，个个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精神着呢。来，哎呦啊，来，放茶放着，来，小姑奶。哎呀，小春啊，小春，我今天晚上跟你说了800多遍了吧？我让你别跟他喝，别跟他喝，你偏不听。你怎么能怪我呢？今天他就是不喝酒，也得醉了。没那个事儿。哎，别争了，赖我行不行啊？当然怪你了，还懂得陪了一晚上。快，来接着来。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来。阿姨，最近我到国外做了一些考察，发现原糖加工生意潜力很大，远远超过所想象的。而我们国内的加工能力呢，却大量的过剩，许多糖厂都发不出工资了。要是我们充分发挥这些加工能力，不仅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，还能盘活这些国内的企业，解决大量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。倒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啊！哎，小周，你老是说原糖，这个原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说吧，我们现在吃的食用糖是经过精加工的糖，而原糖呢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糖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就是我们过去吃的那种红糖啊？差不多吧。1吨原糖可以加工出900多公斤食用糖，而且加工工艺非常简单，利润非常大，基本上1半对1半。哦，这倒挺适合咱们国家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啊。小周啊，你既然看准了，你就放开了去干。年轻人嘛，就该有点闯劲儿。阿姨做你的坚强后盾啊。阿姨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怎么？国际市场那么大，国内过剩的加工能力呢又相当可观，可光靠我们这个小小的富力公司，恐怕干不了大事。要是有一家有实力的大公司和我们联手做，那就好了。你呀，少跟阿姨在这耍滑头啊！我知道你早就胸有成竹了。你说说，你具体是怎么打算的？我想这家大公司不光有经济实力，更主要的是要有……哎呀，我明白，你就照直说。我理想中的对象是一产信托。水德糖厂是没有查出什么问题，可是水德糖，应该说是暂时没查出什么问题。暂时没有查出问题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有问题啊。小春，什么叫应该啊？你是不是受波洛先生影响，也推起理来了啊？哎，咱们办案得注重事实。办案是得注重事实，可直觉呢？对呀，直觉是建立在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基础上。我的林大组长，对，他不是想当然。比如说小春啊，你就亲口多少次夸过他，说他感觉好，对不对？得，我错了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不对呀，我才刚离开家几天呢，我怎么闻着有一股政变的味儿啊？这小心眼儿，小心眼儿。得，咱们言归正传啊。国官什么态度？别提了，官的意思啊，让咱们别管了。他真的这么说了？话倒是没这么说，可听是这意思啊。他说咱们是要案组，主要是以大案要案为主，不要为了什么芝麻绿豆啊分了精力。反正这话里这明摆着嘛，是吧？其实啊，国官说的没错。你们不是觉得这个案子是老鼠拖木楔子，大头在后头吗？
那你们就想办法证明你们的直觉，是吧？我看咱们还是从头开始，从水德糖厂找突破口，从那个帮他们进口原糖的公司叫什么公司来着？刚才我在嘴边上。那个富力公司。这小姑奶奶醒了。终于醒了你啊！拿点水快。来。嗨，老班长，你亲自来了，我能不全力以赴吗？说吧，要我干什么？小事一桩，给我查查这公司的底细，在你那注册的。富力公司，怎么？他们惹你了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办的案子没有一件惹着我的，惹的是国家。老班长，我跟你实说了吧，他呀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民营公司。我懂了。林局长，你来指导工作，我是双手欢迎啊。可你们这群穿海关服的人，在我这楼道里这么一走，你说我还要不要工作了啊？我倒没想那么多啊。高飞，你记住啊，下次来的时候别忘了穿便服啊。还下一次呢？上一次你们就搞的是满城风雨，好像我们水德糖厂成了走私窝子了，搞得我都没脸出门见人。这回可好？调查局长来了。我这叫敲山震虎，故意惊惊他们。下一步就是引蛇出洞，对吗？下一步找个地方停车。那再下一步呢？请我搓饭。美的你。合肥，你知道多少钱1公斤吗？这上面有。1个月以前呢？这我哪知道呀？难怪你嫁不出去啊！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一概不知。我调查过，1个多月不到2个月，中国市场糖的价格是一跌再跌，而且是大幅度。就以水德糖厂加工的那区2、3万吨的走私原糖，能左右中国市场吗？而且是有着10几亿消费者的中国市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水德糖厂真的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？对，而且是个巨大的冰山。我说过有问题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我只是想问问他们的手册是哪个官长批的？谁批的？你自己看吧。我可不可以复印一份呢？当然了，你们样子有这个权利。不过你不在怀疑他吧？啊，不敢。来，都坐下。小川啊，你先来吧。好的。富力公司的情况呢，我查了，拐弯抹角的吧，真费点事儿。你们猜猜，他的后台老板是谁？嘿，少卖官司啊，快说。是国字号的大公司，一产信托。一产信托？就是那个号称有着好几百亿资产的超级金融大财团。对。哼，难怪啊，连个小小的水德糖厂说话都那么硬气。有这么个财大气粗又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撑腰，但想软也软不下来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姓周的何许人也？我查了，好像没什么大的来头。曾经是一个话剧团的演员，没演过什么戏，后来下海了。人挺精明的，很会来事儿。长相嘛，你最不喜欢的那种，小白脸，有点奶油。不过我总觉得，除了一产信托，在他背后好像还有个什么大人物。大人物？多大？在当地，人称第一夫人。是不是姓于？对。他老头子原来是第一把手，前2年调北京了。不错。据查实，富力公司的加工手册和银行贷款都是这位于夫人出的面。这么说，这个于老太太的手也伸到我们海关了。回答正确，给你加10分。看看。我现在明白国关为什么不让我们插手这个案子了。几十万吨走私原糖，光利润就好几亿美金。这要不算大案要案，那我们要案组趁早解散。别那么肯定好不好？证据呢？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那好吧，从现在开始，
咱们就开始关心关心这个红不起来的男演员啊！好。你也太便宜一产信托了，他们什么也不用干，把我们的现成的货拿过去，一转手就白挣1个多亿。那个于老太太就更不用说了，她那宝贝儿子在美国正经事儿就是泡妞，上百万的美元从天上往下掉。什么叫腐败？难怪老百姓骂。他们要不腐败，我们上哪儿挣钱去啊？腐败好，他们越是腐败，我们的机会就越多。所以，你得拼了命拉住一产信托。对，只要一产信托肯干，他们就和老太太走到了前台。国字号的大企业，加上老太太的背景，海关就是想查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原堂买卖就这么几个月，等海关立案调查了，我们早到美国了。讨厌，不接。啊，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是翟雨娇。是啊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我今天还真得去。一产信托陶中仁那边，我还想加把火。听说这小子是个色鬼。那你们一定很有共同语言了。这家伙一直在打翟雨娇的算盘，我想，倒不如顺水推舟。我还真没看错你，你呀，真是个十足的混蛋。哼，这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？太太，我还以为你会心花怒放呢。离我远点儿。先生关照过了，叫我们别管了。雨娇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喜欢我，你还让我跟别的男人睡觉去？你不是人，你。我是不是人，你最清楚。我这么做的目的，你也是最清楚的。雨娇，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，谁笑到最后，谁才笑得最好嘛。你卑鄙，你不择手段，你。手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结果，我的小姑奶奶。啊，谢薇薇知道吧？知道，这么大事情，她当然知道了。她特别高兴吧？她高兴，哼，她骂我混蛋，我他妈的也觉得自己是个混蛋。周哥，你不会趁机把我给甩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你的啊。于阿姨，这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，可我只是分公司的总经理，上头还有总公司呢，我总得跟他们通通气儿吧。我说小桃啊，你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啊？既然是好事，你就大胆去干嘛。上面的事我去跟你说。总公司还是王家老三当家吧？那这样吧，于阿姨，干脆咱们找一家地方公司出面，我给他贷款。对，这我说了就算。问题是，这出面的公司得物色好了，最好是国有企业。这倒好办，小桃啊，这家公司呢，我来给你物色，保证是又稳妥又可靠。于阿姨在吗？哎呦，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！阿姨已经有人选了，我先挂了啊。是小麦呀。于阿姨。哎呦，小麦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啊？于阿姨您好啊！啊，你可是越来越帅了。您也越来越精神了。请坐，请坐，小娟倒茶。哎。你们还在调查原汤案？严格的讲没有，我们只是在关注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叫你们不要管。尚小春没跟你们说？说了。说了为什么还干？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过关，糖价在持续下跌，您肯定跟我们一样清楚。假如没有几十万吨走私原糖的冲击，不可能对糖的价格形成这么大的压力。对不起，医生怀疑我有糖尿病，我呀不沾糖。
哎，捣鼓什么呢？难怪人家说我们只打老鼠不打老虎。谁是老虎？老虎就是老虎。难怪有人说我把你们惯坏了。要我看呢，岂止是惯坏了，简直是你们呀，真应该上升轿子。来，我再重申一遍啊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对遗产信托，包括富力公司采取任何行动。你这个当头的要负起责任来啊！国官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采取任何行动。啊，该吃饭了。哎，合肥啊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特别能吃。好，去吧，好好吃一顿。怎么办？就此罢手？为什么？国官不是说了吗？不许采取任何行动。我们只是关注，应该不在此列。行啊你啊，学会小伎俩了。这恐怕不太妥当吧？说难听点儿，是不是有点走私的嫌疑啊？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小麦呀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事物具体对待。哎，你比方说吧，走私毒品、倒卖国家文物，那就应该坚决打击。可是有一些情况那就不一定了。你再比如说，有2个口袋，这个口袋装的是国家的钱，这个口袋装的也是国家的钱，把这个口袋的钱拿到这个口袋来，哎，你说国家有什么损失啊？这就叫搞活经济。可是这总还是超过了政策允许的范围了吧？我呀是看你那个企业半死不活的，怎么样？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吧？哎，你这个孩子啊，你怎么越来越像老头子了？他那点缺点你怎么都学会了？于阿姨，您别生气呀。生气？我才不生气呢，生气也是生理不争气。要不，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。得了，这事儿就此打住，不谈了。不谈了，不谈了。据说老太太一开始找个麦克辛，成业化工的老总。对，他原先是老头子老部下，人挺正的，口碑也不错。具体怎么回事弄不清楚，总之是这位麦总经理没干。呵，敢驳老太太的面子啊！这种人可不多呀。所以啊，遗产分公司的陶主任干脆决定自己干了，注册了一个公司，过2天就开张了。那这样看来，这个周高成啊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。本来嘛，这个富力公司是挂靠着遗产信托的。我估计啊，他们先把这个周高成呢推出来，先试试风头。眼看着利润大了，风险小了，便自己走到台前来了。林局，听我一句，别去碰他们。特殊法人，有背景的大老虎，呵，我还真不信这个邪。我就知道你们听不进去。有人给你打招呼了？不说也罢，人家也是为我好嘛。不过那边好像对你们情况挺了解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我啊，说实话，我还挺羡慕你们的。我啊，没那么大胆子。你不是说过要凭党性吗？还有良心，所以兄弟佩服呀。对了，还有一点陶主任的花边新闻啊。周高成有个女秘书叫展雨娇，人长得挺漂亮，听说让陶主任给要过去了。看样子周高成是不敢不给的。呵，这世界变化真快啊！林局，人家小蜜都换来换去，我看你也该给自己找个太太了吧？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陶主任的新公司叫什么名字？红叶食品。红叶食品。老王你好，你好，谢谢捧场，谢谢。哎呦，吴总你好，你好，祝贺啊！张玉娇，我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唐总，哎，好，哎，有机会开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他们俩好像还是挺般配的啊。有什么感觉？没感觉，一切正常。
林东，对，一上岁数了就得。麦总，哎呀，今天您能大驾光临，不是荣幸之事啊！恭喜恭喜！哎呀，谢谢。哎，这点小钱您看不上眼，我可是自己赚了啊！笑话。哎呀，这来了不少人呐，你都来了，还真热闹呢。哎呀，袁爷，你也来了。哎呦，你陶总经理搭了台子，我老太婆敢不来捧场？哎呀，袁爷，看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来，里边请。哎，袁阿姨好吗？最近？哎，你不是小周的秘书吗？怎么小周没来啊？哎呀，雨娇现在是我们公司的人了。对。哦。进出口方面的业务我不太熟，所以。小唐，可得注意影响啊。哎呀，杨书记来了，请。杨书记来了。哎呀，对不起了。哎呦，老杨。来了。林也来了。说你面子可真够大。那当然了。袁阿姨，林都来了，陶总要不请我啊，我得给他急。来了好，来了就是姿态，来了就是支持嘛啊！杨书记啊，哎，来，这个企业呀，是一产信托和咱们地方合作的，老头子很重视，你可要多操点心哦。怎么样？进去看看。好啊，感受，走吧。哎，咱们海关的车。哎，这国关的车吗？我向谁负责？你对我负责，我对国家负责。如果在办案中涉及到您或者是更高的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走吧。厂长坏了，海关的人又来了。在哪儿？几个人呢？电话，他们打来电话说今天就要来，还是那个缉私要案组。那你慌什么？我还以为人都到大门口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忙你的去。如果他们再来电话，你就说我们热烈欢迎海关的同志来检查指导工作啊。好的。快去。厂长啊，那边的还没走，这边的又来了啊！这两头要是撞上了，您说可怎么好啊？倒也是啊。这样，我先想办法把他们打发走，啊，你不要进去，见机行事，啊。来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全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情，叫您久等了，谢总。别叫我谢总，听着别扭。对，你瞧我这记性，谢主任。怎么样，钱准备好了？谢主任，是这样啊，我们厂目前是在摆脱困境，可是在这个资金周转上啊，确实有困难。那是你的事，陈厂长，你比我清楚。眼下糖厂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对。等着给我们交易付款的，在富力公司都排着长队。那是。要不是周总觉得您是个实在人，这单货凭什么给你们水德糖厂做？谢主任，您千万别生气。您和周总对我们的关照，我们全厂上下那是感激不尽。这么说吧，厂子再困难，就是把裤腰带都勒在脖子上，我们也绝不拖欠富力公司的货款。只要那笔款子一到，我马上就交下一笔的预付款。谢主任，拜托了。这么说，我大老远这一趟就算白来了。准备走，看看下边该去哪家了。谢总，您听我说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谢总。谢主任，您一定得谅解我们，实在是事出有因。您一定跟周总好好的带我们解释解释。这次周总说了不算，走。哎，谢主任，您别说走就走啊！您容我点时间，我马上就去。我没那么多时间，走。谢主任，啊，咱们的那笔款子到了，真的，真的呀！谢主任，您看见没有？您在休息，我现在就去给您办啊！您歇会儿，快走吧。
人的工资又得拖1个月。多1个月总比没有强嘛。厂长啊，这差事没法干了。你瞧，一个女流之辈啊，我们也得给她低三下四的。我听说啊，从前她是什么新华书店的售货员，还有那个叫周总的。什么话嘛！伟大领袖毛主席原来还是农民呢。人家发达了，那是人家有本事。现在是咱们求人家，你搞没搞错呀？那是。你别哭3个脸，笑一笑，笑一笑。您说我笑得出来吗？哎，我告诉你件事儿啊，他们2口子不生孩子，忙了7、8年，就是不下崽儿。那姓周的不行。厂长，钱准备好了。我知道。徐主任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去忙吧。没有。哎呦，不会。是。谢总，您走好啊。我不是谢总。啊，对，谢总。啊，对，谢总。再见啊！再见。谢总，再见。这什么呀，厂长这是？哎。好像是海关的车。对，是林红丽。哼，我还真想会会他。咱们今天来的好像不巧啊，水德糖厂有贵客。那是富力公司财务部主任谢薇薇的车。我知道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啊，这车是谢薇薇专用车，任何人不能碰，包括周高成。厂长，这饿狼刚走，老虎又来了。是厂长，怎么办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去接待吧。抛开所有伤悲，英雄不言悔。岁月擦干英雄的泪，笑迎雨打风吹。英雄有泪洒下。我们酸甜苦辣爱一回，祖国不忘英雄的泪，爱在东西南北。所有的心，所有的爱，一生一世与你一起飞。
在东西南北，所有的心，所有的爱，一生一世与你一起飞，一起飞。